我们早就知道，人类这个物种并不孤单。尼安德特人当年在整个欧洲和中东都活跃着，而费洛人则守着热带的小岛不放手。而在遥远的冰河时代亚洲，还有一群神秘的存在，他们叫丹尼索瓦人。我们只找到过他们的一些骨头碎片和保存在亿万人体内的 DNA， 但整整10多年，他们都只是个名字而已。不过现在，科学家终于给这个名字安上了一张脸，而越挖越多，事情就变得越离奇。他们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他们见过谁？他们会不会其实活得比我们想的还久？说不定都活到了冰河时代之后。还有，他们真的是传说中的巨人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丹尼索瓦人到底是啥来头，哪些是真的，哪些又是悬案中的悬案。2010年，故事开始了。一个小小的手指骨头碎片在西伯利亚冰封山洞里被发现。最初，科学家以为是尼安德特人的，结果 DNA 一测，眼睛都要掉下来，完全不是，这是人类家谱上的新分支。他们给它取了个名儿，叫丹尼索瓦人，名字就来自这块骨头的发现地。丹尼索瓦洞穴坐落在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脉。2年后，又一块骨头被测了出来，发现是个女孩，她妈妈是尼安德特人，爸爸是丹尼索瓦人。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被确认的史前混血宝宝，人类史上的第1代跨种族合体。而这个神奇的洞穴几乎成了史前人类的大十字路口。几千年间人来人往，留下的遗物也惊为天人。抛光红石手链上面还有微小孔洞，全靠巧手打磨，还有各种先进工具，甚至可能还有艺术作品。这些人绝不是原始野人，他们有文化，搞不好还追求美感。但真正诡异的是，除了这个洞穴，丹尼索瓦人就像蒸发了一样。10多年里，大家除了碎骨头，啥都找不到。但问题是，他们的 DNA 今天还活在几亿人身体里，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没留？直到2021年，一则震撼的发现曝光了。中国科学家公布了一具巨大的头骨，出土于中国东北的松花江流域。这颗头骨被称为龙人，学名是龙江人，它的来头可不是一般大。它最初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工人修桥时发现的。为了不让这块宝贝在战乱中被毁，他偷偷藏了起来，几十年都没露面。直到最近，才被科学家用 CT 扫描和现代技术重新检测，结果直接惊呆。这是整个东亚考古史上保存的最好的古人类头骨之一，距今大约有14万6千年。这颗脑袋可不一般，脑容量高达1420立方厘米，不仅跟尼安德特人持平，甚至比我们现代人还大了整整10%。但最神的是，它的五官组合非常特别，额头上方有超大眉骨，比尼安德特人还夸张，脸又宽又平，鼻子也特大，估计是为了适应又冷又干的环境。牙齿也很粗壮。DNA 分析显示，这种粗大臼齿就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特征。他们的头骨又低又长，还没有下巴，这在尼安德特人和其他古人类中都挺常见，但和我们现代人就完全不一样。而这颗龙江龙头骨，某种意义上像是个桥梁，连接着东亚古人类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异。它一方面像中国北方发现的大力人头骨，也像印尼爪哇岛上的梭罗人遗骸，但又具备尼安德特人的高强度特征。总之，跟我们现代人比起来，真的是差得远，但又不简单。再结合丹尼索瓦洞穴里出土的工具和技术，这些线索都在暗示，他们是一种复杂而且超级适应环境的古人类。但问题来了，这颗龙江龙头骨，它真的是丹尼索瓦人吗？一开始，科学界对它还挺谨慎的，给它单独起了个新名字，叫龙江人，搞成了一个全新物种，就为它一个头骨开了个分支。但随着数据越来越多，一幅全新的画面逐渐浮现。研究发现，这颗龙江龙头骨的形态居然和藏区出土的那块丹尼索瓦下颌骨高度吻合，这点在2019年就已经通过骨肌肉结构和骨骼特征得到了证实。而且那一年还有基因研究显示，丹尼索瓦人其实分布广泛，甚至有多个不同人群，而龙江龙很可能就属于东亚分支的那一支。终于到了2025年6月，一个突破性的研究来了。研究员傅乔敏和他的团队成功从龙江龙头骨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一颗牙齿的牙垢里提取出了线粒体 DNA， 而且结果惊呆了所有人。即便排除了所有可能污染的样本，他们提取出的古代 DNA
依然和南西伯利亚出土的丹尼索瓦人样本紧密吻合，而且还包含了27个基因变异。这些变异只在此前已测序的7位丹尼索瓦人中出现过，别人身上找不到，这还不够铁证吗？就连蛋白质分析也讲了同一个故事，一整套丹尼索瓦人独有的蛋白质特征居然被保存了将近15万年。不过话说回来，也不是所有人都信得那么轻松。有一位没参与基因研究的中国古人类学者提出了质疑，说这 DNA 样本会不会其实被现代污染了？确实，这颗牙齿里确实也发现了现代 DNA 的痕迹，但傅乔敏的团队有一套严格到不行的提取流程，专挑那些古代碎片，而且操作过程非常小心。结果到现在2025年为止，这颗龙江龙头骨不仅仅是个强烈候选，它已经是第一颗通过蛋白质和基因双重验证的丹尼索瓦人头骨。我们现在终于第一次同时拥有了一张丹尼索瓦人的脸和他们的遗传密码，这将帮助研究人员重新分析亚洲地区的其他古人类头骨，看看到底哪些跟这颗龙江龙有关系。这可不仅仅是一块化石，这是整个人类进化史的转折点。它彻底证明，丹尼索瓦人不是什么只藏在西伯利亚角落的小众人种，他们分布广泛，基因多样，而且遍布整个东亚。他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在很多人眼里，人类进化是条直线，从原始猿猴一步步进化到现代人。其实这只说对了一点点，真正的真相更丰富，也更怪。我们现代人其实是和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有一个共同祖先的，就像一个大家庭。你可以把他们想成我们的表哥表姐那一挂，我们不是从他们进化来的，而是同宗不同支。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大概生活在60万到80万年前，然后某个时间点，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这一支就从未来的现代人支系里分出来了。再过个几十万年，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又彼此拆伙了，前者往西走，占领了欧洲和中亚，后者往东走，撒在整个亚洲大陆。而就在亚洲这片巨大的土地上，丹尼索瓦人干了件不得了的事儿，他们适应了各种不可思议的环境。你想想，从冰封高原的西藏，到水草丰美的华北平原，再到东南亚的热带岛屿，丹尼索瓦人能在这些天差地别的地方都生存下来，这得多强的生存能力！在美拉尼西亚，那些野兽的体重是现在最大象的3倍。还有一种他们肯定遇到过的动物，就是巨猿，史上最大的猿类。想象一下丹尼索瓦人跟他们的互动，当老虎靠近时，他们是不是会躲在丛林里，或者趁巨猿父母不注意猎杀年幼的巨猿？这幅丹尼索瓦人的世界图景真的是令人震撼，一整块大陆被我们至今仍所知甚少的人类所占据。丹尼索瓦人头骨巨大，从很多方面看，他们长得很像尼安德特人。他们结实、强壮，非常适应寒冷的冰河时期气候，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脸更平，牙齿更大。前面也说过，丹尼索瓦人其实在基因上非常多样化，至少有2个，可能3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高海拔的丹尼索瓦人，就是我们在西伯利亚那根小手指里找到 DNA 的那群人。另一个更偏南，基因现在还存在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东南亚一些地方。现在又有了龙江头骨显示还有个东亚分支，他们在形态上很特别，但明确是丹尼索瓦人。这说明了一件事儿，丹尼索瓦人并不是哪儿的小部落，而是一群分布很广、结构复杂的人类，活跃在亚洲各地，就像尼安德特人活跃在欧洲一样。文化方面，他们也不简单。丹尼索瓦洞穴里出土了高级石器、象征物，甚至还有珠宝。这些发现虽然厉害，但我们不能确定这些东西一定是他们造的，因为那时候现代人类也出现在那片区域了。但丹尼索瓦人的遗产其实更深远，他们的基因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因为当智人开始离开非洲时，世界上早就已经有其他人类了，而我们相遇时发生的事也不只是打仗和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其实吸收了他们的部分基因，他们的基因至今还活在我们体内。比如几乎所有非洲以外的人口体内都带着一点点尼安德特人的 DNA。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体内大概就有不到2%，但丹尼索瓦人的 DNA 故事就不一样了。
它可不是全球平均分布的。如果你的祖先来自欧洲，那你体内可能几乎没有丹尼索瓦人的 DNA。但如果你的祖先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澳洲原住民、东南亚某些地方或菲律宾，那故事就完全不同了。基因学家已经证实，丹尼索瓦人的 DNA 其实不是一种，而是多种类型。这些相遇到底发生在哪？证据显示，丹尼索瓦人与现代人之间曾发生过多次接触。第一次可能是在智人往东推进，穿越整个亚洲，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及更远地区的过程中；第二次则发生在更南面，当人类扩散到东南亚群岛时。基因模型显示，这第二次接触可能发生在大约45000到55000年前，也就是智人第一次踏入这些新土地的时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一些长期被隔离的人群，比如安达曼群岛的居民，体内几乎找不到任何丹尼索瓦人 DNA。这说明这些基因混合事件并不是全球性的，而是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特定人群之间的一次性接触。但这些接触留下的后遗症至今还影响着我们。有些丹尼索瓦人的基因毫无疑问地帮助某些人群更好地生存，比如在西藏，高原人群体内的 EPAS1 基因就来自丹尼索瓦人。正是这个基因让他们能在缺氧的高原轻松呼吸，而其他人早就喘得不行。这不仅仅是古代历史，这是祖先留下的生存密码。其他基因影响则更细微一些，比如免疫反应、脂肪代谢，甚至骨骼结构。而且和尼安德特人的 DNA 不同，丹尼索瓦人的 DNA 分布得非常不平均，在东亚人群中只占一点点，但在大洋洲，尤其是巴布亚人、澳洲原住民以及某些岛屿居民，丹尼索瓦 DNA 的含量惊人，能占到他们基因组的4%到6%。2024年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居住在不同海拔的巴布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体内不仅有不同含量的丹尼索瓦 DNA， 甚至还携带着不同类型的 DNA。低地人群的基因更偏向增强免疫系统，而高地人群则拥有促进大脑早期发育的基因变体。更刺激的是，这项研究还暗示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可能性：丹尼索瓦人可能跨过了华莱士线。这个华莱士线是亚洲与澳大利亚之间物种分布的自然分界线，很多动物都无法跨越这条界限。我们知道早期智人somehow跨过去了，而现在看起来，丹尼索瓦人可能也能做到。如果未来能找到相关的化石证据，那丹尼索瓦人的活动范围将会被大大扩大。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仅能涉足广袤的陆地，还能渡海远行，穿越大片水域。所以，从目前的 DNA 证据来看，一个惊人的故事正在慢慢成型。丹尼索瓦人可能在东南亚生活了很久很久，甚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群。虽然我们目前还缺少足够的化石和考古证据，但他们绝对不是进化树上不重要的小分支，而是亚洲版的尼安德特人。而至于他们到底活到什么时候，这可能是丹尼索瓦人谜团中最让人上头的问题之一。有可能，他们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活得还要久。有没有可能，他们甚至见证了冰河时代的结束，比如躲在某个隐秘的高山顶上，或者藏在某个被人遗忘的小岛上苟延残喘。目前已知最年轻的丹尼索瓦人化石来自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洞穴，距今大约5万年。但别忘了，那只是一个洞穴，而且还在他们活动范围中最寒冷、最恶劣的角落。这根本不能说明他们在其他地方是不是活得更久。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去挖挖中国北方、越南的雨林，甚至是深处的大洋洲，会不会发现什么惊人的秘密？2019年的一项基因研究就发现了令人震撼的证据：丹尼索瓦人可能存活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长得多。那篇论文指出，通过基因融合的时间点和现代人群的地理结构推算，丹尼索瓦人可能活到了3万年前，甚至一直活到14500年前。听到这儿，是不是脑袋嗡一下？因为我们原本以为尼安德特人差不多在38000年前就灭绝了。如果丹尼索瓦人能挺到14000多年，那他们几乎就看到了最后一次冰川期的结束，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是我们已知最后存活的古人类。但谜团也从这里开始加深。东南亚群岛的化石记录太稀碎了，雨林太厚实，土壤太潮湿，骨头容易腐烂，而且海平面上升也淹没了很多旧遗址。所以我们对丹尼索瓦人在这个区域的认知还差得远远的。化石挖不到，DNA 却在疯狂说话。尤其是在东南亚，
很多族群体内的丹尼索瓦人基因含量超高，这意味着智人在抵达这些地区的过程中，极有可能在印尼某地跟丹尼索瓦人相遇。而即便在同一个岛，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不同群体之间携带的丹尼索瓦基因量也不一样。这说明有些群体可能与丹尼索瓦人接触得更晚、更频繁。会不会有一些迷你版的丹尼索瓦人族群，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小岛上苟活到了很久以后？非常有可能。别忘了，很多岛屿的传说里都讲过，神秘的其他人种高大、强壮或行为奇怪的陌生人从远方而来，悄然出没。难道这些就是丹尼索瓦人的回音？当然，传说不是证据，但当它和基因线索、化石空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这种可能性就越来越让人兴奋。而且东南亚的考古学还在刚起步，很多地方根本没挖到点子上，所以未来几十年里，我们可能还会挖出惊天动地的新线索。所以现在可以大胆说一句，丹尼索瓦人也许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活得也更久，甚至可能和人类的历史时代有过短暂交集。而在我们继续深挖之前，谁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凡涉及到丹尼索瓦人这种谜一样的存在，只要还有大量未知的地方，神话和传说就一定会混进大众文化里。而在关于丹尼索瓦人的传说里，有一个说法就是怎么都打不死的，他们是巨人。你只要上网随便逛一圈，肯定会看到这种说法。丹尼索瓦人有2.4米高，是某个失落文明的统治者。有人甚至说，他们横渡大洋，来到了美洲，创建了神秘的土丘文化。听起来是不是很刺激？但问题来了，这些说法到底有没有根据？咱们来看看科学怎么说。首先，龙江头骨是真的很大，脑容量高达1420立方厘米，确实是个大号的。但注意，大脑壳不等于大个子，头骨大不代表身体就一定高。拿尼安德特人举个例子，他们有些人的脑容量甚至能达到1600到1800立方厘米，比龙人还大，但平均身高也就165公分左右，个子矮矮的，身板结实，典型的粗壮型，根本谈不上什么巨人。那丹尼索瓦人呢？根据我们从哈宾化石还有其他零散证据推断，他们的体型比例很可能跟尼安德特人差不多，也是偏矮壮型，身体结实，是为了适应寒冷、崎岖环境而进化出来的。他们的那种大臼齿和宽脸，更多可能是为了咀嚼那些又硬又有纤维的古代食物。如果有人光看牙大就说他们是巨人，那就真是太扯了。还有其他古人类物种，比如米人也叫佛罗勒斯人，也是巨下巴巨臼齿，但身高才1.56米左右，体重大约62公斤，连我们现在标准身材都达不到。这说明什么？说明如果把化石脱离上下文随便解读，就非常容易误导人。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说丹尼索瓦人是巨人，可以直接判断他是在搞噱头。目前的科学研究完全没有证据表明丹尼索瓦人是巨人，他们的体型大概率跟他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差不多。那巨人说到底哪儿来的呢？一部分原因是人类想象力太丰富，看到化石记录有空白，就忍不住往里塞神话。另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19世纪一堆关于巨人骸骨的报道，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夸张、伪造或者搞错了。那个年代报纸特别爱炒作，说发现了超大个的美洲原住民遗骸，其实很可能只是骨头量错了，或者那个人本来就高，或者是某种仪式性的埋葬方式。但一些边缘理论后来就强行把这些传说扯到丹尼索瓦人头上，尽管他们在美洲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化石，没有丹尼索瓦人踏足新大陆的考古证据，也没有任何 DNA 能证明美洲存在丹尼索瓦人群体。虽然今天的美洲原住民体内确实带有一点丹尼索瓦人 DNA， 但这些 DNA 并不是在美洲混出来的，而是他们的祖先还在亚洲的时候就和丹尼索瓦人搞上了，然后这些祖先才横渡白令海峡来到美洲的。当然了，要是我们真能挖出一个2.4米的远古巨人，追着猛犸象般的跑，跟洞穴熊肉搏，那肯定也是超级震撼的。但说实话，就算没有这些传说，丹尼索瓦人的故事本身就已经够炸裂了。他们是几十万年前就从人类谱系中分化出来的一支，曾广泛分布于整个亚洲。他们在这些土地上生存了数万年，还把一些超级实用的基因留给了我们现代人。这才是真实的故事，而且比什么巨人传说还要精彩。因为他们不是怪物，
不是神话，而是真真实实的人，是我们血缘上的表亲，是在我们还没走出非洲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人类，而他们的故事现在才刚刚揭开一角。